你有沒有發現，在任何一個聚會、任何一個會議室、任何一個熱鬧的場合，那個講話最多、聲音最大、最愛表現自己的人，往往不是笑到最後的人，而那個坐在角落安安靜靜很少開口，你甚至一度以為他有點木訥的人，過了幾年再回頭看，卻常常成了走得最遠、過得最穩、命運最後的那一個。這到底是為什麼？難道安靜真的是一種福氣？沉默真的藏着某種我們看不見的巨大能量嗎？今天我們就一起把這件事從頭到尾深深地聊個透。我們先從一個最樸素的觀察講起。你去看一條河，淺淺的溪流，水一撞到石頭就嘩啦作響，老遠就聽見它的聲音。可它其實裝不了多少水，一腳就能踩到底。而真正深不見底的大河，表面卻是安安靜靜的，你站在岸邊，甚至感覺不到它在流動。可就在那平靜的水面之下，藏着足以推動巨輪、足以衝垮堤壩的力量。人也是一樣，一個內心空空的人，往往話最多，因為他需要用聲音來填補內在的空洞，需要別人的回應來確認自己的存在。而一個內在真正豐厚的人，反而是安靜的，因為他不需要向外證明什麼，他的分量全都沉在水面之下。所以老祖宗才留下一句話，叫做深水靜流。真正有力量的東西，往往是沉默的。這個道理在我們身邊其實隨處可見。你回想一下，在你認識的人裡面，是不是那些整天把自己的成就掛在嘴邊，逢人就要炫耀一番的人，往往內在并沒有那麼扎實。而那些真正有本事、真正走到高位的人，反而大多低調沉穩。你甚至要相處很久，才能慢慢發現，原來他身上藏着這麼多的東西。一個真正裝滿了水的杯子，你怎麼晃它，它都不會發出聲響。反倒是那個只裝了半杯水的杯子，你稍微一動，裡面的水就叮叮咚咚響個不停。人也是這樣，內在越是充實飽滿的人，越是安靜；內在越是空虛匱乏的人，越是喧鬧。所以，下一次當你想要開口，急着去證明什麼的時候，不妨先問一問自己，我此刻這份想要發聲的衝動，到底是因為我真的有話非說不可，還是因為我內心的那個杯子其實還沒有裝滿？那我們就要問了，為什麼多說話反而會讓一個人的命變薄呢？這裡面其實藏着一個很深的道理。我們的老祖宗很早就看明白了一件事，一個人這一生的福氣是有一個總量的，就像一個看不見的存折，而這個存折最容易漏財的地方，不是別的，正是我們這張嘴。禍從口出這4個字，我們從小聽到大，可真正懂它的人並不多。一句沒過腦子的話，可能得罪一個貴人；一次逞口舌之快，可能結下一段怨仇；一回把心裡的秘密隨口說出去，可能就此埋下一顆定時炸彈。曾國藩這個人一輩子謹言慎行，他在給弟弟的家書裡就寫過一句非常重的話。他說，古來因為壞德行而敗掉的大概就2樣，一個是傲慢，一個是話多。你看，話多被他和傲慢放在了一起，當成是能毀掉一個人的大毛病。這不是他小題大做，這是一個過來人看盡了人情世故之後掏心掏肺的警告。歷史上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太多了。三國時候有一個很聰明的人，叫做楊修。這個人有多聰明？聰明到能猜透曹操心裡在想什麼。可就是這份聰明，配上一張管不住的嘴，最後把自己給送掉了。曹操心裡想的，他要說出來；曹操沒明講的，他要點破。他把自己的鋒芒全露在了外面，露到讓上位者感覺被冒犯，感覺被看穿，感覺不舒服。一個人的才華再高，如果不懂得收，不懂得藏，反而會變成傷害自己的刀。楊修的悲劇不是因為他不夠聰明，恰恰是因為他太聰明，卻少了一樣東西，那就是沉默的智慧。如果他能懂得藏風，能懂得少說幾句，能懂得把知道的事爛在肚子裡，他的結局會完全不一樣。
其實，在佛門的智慧裡，早就把我們嘴巴容易犯的過失分得清清楚楚。他把由這張嘴造下的業叫做口業，而且細分成了4種。第一種叫做妄語，也就是說謊，說那些不真實的話。一句謊言說出去，你就得用10句謊言去圓它，最後把自己都繞了進去，也把別人的信任一點一點消磨光了。第二種叫做兩舌，也就是在背後搬弄是非，在這個人面前說那個人的壞話，在那個人面前又說這個人的不是，挑撥離間。這種話看似痛快，卻是在悄悄地折損自己最深的福報。第3種叫做惡口，也就是那些刻薄的、傷人的、帶着怒氣的話。一句惡毒的話就像一根釘子，就算你事後把釘子拔了，那個釘孔也永遠留在了別人的心上。第4種叫做綺語，也就是那些華而不實、沒有意義的閒話、廢話。你有沒有算過，我們一天當中有多少話其實都屬於這種可說可不說的綺語？當你把這4種口業一一看清，你才會真正明白為什麼老祖宗會把管好這張嘴看得那麼重。因為我們福氣的漏洞10有8九都藏在這裡。講到這裡，我們就必須把話題往更深的地方帶了。因為沉默這件事，在我們東方最深的智慧裡，它從來就不只是少說話那麼簡單，它是一門實實在在的修行。在佛門裡有一個詞叫做止語，很多人一聽止語就以為是閉上嘴巴當個啞巴，什麼都不說。可這只是最表面的意思，真正的止語指的不只是嘴，更是心。你想想看，很多時候我們雖然嘴巴閉上了，可心裡卻沒有一刻安寧，心念紛飛，胡思亂想，一會兒怨這個，一會兒恨那個，嘴上不說，心裡早已翻江倒海。這樣的閉嘴根本不是止語。有一位禪師講得非常好，他說，真正的靜默來自於你的內心，而不是外面的世界。學會了不爭辯，才能安住內心的平靜，懂得了沉默，才能體會到那份空的智慧。所以止語真正的內核是心裡的那份清淨，是不再升起那些沒有必要的妄念。那止語到底在修什麼？它在修的正是我們前面說的那本福氣的存摺。佛門裡有一句話叫做善護口業，意思是要好好的守護自己嘴巴造下的業。一個人辛辛苦苦積攢的一點福報，很可能就在一次又一次的閒言碎語，一次又一次的搬弄是非，一次又一次的抱怨咒罵當中，悄悄地從嘴裡漏光了。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本來心情好好的，跟人聊了半天八卦，聊了半天別人的不是，聊完之後反而覺得心裡空落落的，甚至有點煩躁。那就是你的能量在說話的過程中一點一點流掉了。蓮花生大師曾經留下過一句非常震撼的話，他說，夾雜着沒有意義的閒話去修行1年，還不如安安靜靜止語修行1個月的功德來得大。你看這個對比有多懸殊。散亂地說1年比不上沉默地守1個月，這不是在貶低語言，而是在告訴我們，我們平時在言語上浪費掉了多少寶貴的能量。為什麼安靜能夠帶來這麼大的功德？這背後還藏着一條更深的規律，那就是靜能夠生出智慧。佛門的修行講究一個次第，叫做戒定慧。先是守戒，管好自己的言行，這是基礎。守好了戒，心才能定得下來，這叫做定。而只有当一顆心真正的安定下来，不再像猴子一樣上蹿下跳，那份最深的智慧才會慢慢的從心底裡生發出來。這就是慧。你看，這一整條路的關鍵樞紐就在那個定字上。而定靠的是什麼？靠的正是安靜，正是止語，正是把那顆向外奔逐的心收攝回來。一個人如果整天都活在喧鬧當中，活在無休止的言語當中，他的心就像一鍋永遠在沸騰的水，永遠渾濁，永遠看不清底下的東西。可一旦他安靜下來，這鍋水
就慢慢停止了翻滾，那些漂浮的雜質開始一點一點沉澱到底部，水就漸漸清澈了。這個時候，你才能看清水底真正的樣子，才能看清事情真正的真相。這就是靜能生慧的道理。所以你會發現，那些真正有大智慧的人身上都有一種共同的氣質，那就是靜。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想這件事。如果把我們的言語比喻成金錢，你就會發現，其實我們大多數人每天都在無節制地揮霍着自己的語言。真正懂得生活的人，花錢是有節制的，是花在刀口上的，而說話也應該是這樣。惜言如金這4個字講的正是這個道理，要像珍惜金子一樣去珍惜自己說出口的每一句話。這並不是要我們變得小氣，變得吝嗇，而是要我們明白，話說出來是有分量的，是有代價的。當你開始珍惜自己的語言，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你說的每一句話反而都變得更有價值了。因為古人還有一句話叫做言為心聲，我們說出來的話其實就是我們內心的聲音，是我们內在世界的直接流露。一個人內心是浮躁的，還是安定的，是充實的，還是空虛的，往往一開口就聽得出來。所以守住我們的語言，其實就是在守護我們的內心。管好了這張嘴，也就管好了我們那顆心。而一顆被守護得很好的心，自然會為我們招來更好的命運。也許有人會問，不說話，我們怎麼跟人相處？怎麼在這個世界立足？這個問題問得好，但你要知道，止語真正能磨練出來的是3樣極其珍貴的東西。第一樣是忍。我們普通人習氣很重，遇到一點不順心的事就想發牢騷，看到一個不順眼的人就想去糾正他，去批評他。可一旦你開始練習止語，你就不得不老實下來，不得不把那些要求、那些意見、那些想爭辯的衝動統統放下。合我意也好，不合我意也好，有也好，沒有也好，慢慢的你就學會了隨緣，學會了在順境逆境裡都能保持一份心平氣和。這份忍的功夫一旦練成，煩惱就再也困不住你了。第二樣是少惹是非。你跟人說的越多，投機了就生感情，不投機就起摩擦，一來二去很容易就跟人結下梁子。少說話的人自然就少了很多這樣的麻煩，把精力省下來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第3樣也是最重要的一樣，是內心的清靜。當外面的聲音停下來，你才听得見自己內心的聲音。現在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2500多年前的一個午後，因為接下來這個故事是整個東方沉默智慧的源頭，它太重要了。那一天，佛陀在靈山，也就是靈鷲山上，對着眾人說法。恰好那天，各方的天人送來了很多鮮花，佛陀就在眾人面前緩緩地拿起了一朵金色的花，什麼話也沒說，只是輕輕地把這朵花轉了一下，展示給大家看。當時在座的所有人全都愣住了，他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完全不明白佛陀這麼做到底是什麼意思。整個會場一片默然，鴉雀無聲。可就在這片沉默當中，佛陀最年長的弟子迦葉尊者忽然破顏微笑了。你要知道，迦葉尊者是修苦行的，戒律極嚴，平時是不苟言笑的。可就在這一刻，他臉上那份一貫的嚴肅破了，綻放出一個會心的微笑。佛陀看到了這個微笑，於是說出了那段千古流傳的話。他說，我有一個最珍貴的法門，這個法門是真實的樣貌，卻又沒有一個固定的樣貌。它微妙難言，不能用文字去建立，是在一切經教之外另外傳授的。現在我把它托付給迦葉，你看，這就是禪宗的起源。我們常說的拈花微笑，這裡面藏着一個石破天驚的道理。佛陀說法49年，講了那麼多的經，那麼多的道理，可到了最關鍵、最核心的地方，他一個字都沒有說。他只是拿起一朵花，
而真正懂他的那個人也一個字都沒有回答，只是回了他一個微笑。這說明什麼？說明世間最深的那份領悟，最高的那份智慧，恰恰是語言到達不了的地方。話一說出口，就已經落了第二層。真正的心心相印是在沉默中完成的。這就是佛門講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最深的傳承不需要一個字。如果拈花微笑還不夠震撼，那我們再看另一個故事，一個被後人形容為一墨如雷的故事，在《維摩诘經》裡記載了這麼一段。有一次，眾多的大菩薩聚在一起，討論一個極高深的題目，叫做不二法門，講的是如何超越一切對立，進入那個圓融無礙的境界。文殊菩薩就一個一個地問過去，這些大菩薩一個比一個講得精彩，一個比一個講得深刻，用盡了各種各樣的語言去描述那個最高的境界。最後，文殊菩薩把這個問題拋給了在座的維摩诘居士，所有人都豎起了耳朵，想聽聽這位以智慧著稱的居士會給出一個怎樣驚天動地的答案。然而，維摩诘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他什麼都沒說，他只是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裡，一片漠然，全場寂靜。就在這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靜當中，文殊菩薩忽然大聲讚嘆起來。他說：好啊，說得好啊，連語言文字都沒有了，這才是真正的進入了不二法門。你細細的去品這個故事，前面那麼多菩薩用了那麼多華麗的語言，講了那麼多精妙的道理，可他們終究還是落在了語言的層面。唯獨維摩诘的那一份沉默，那一份無言，反而超越了所有的言語，直接抵達了那個最高的境界。這就是為什麼後人用一墨如雷這4個字來形容維摩诘的這份沉默。他一句話都沒說，可他這份沉默卻比世間任何一聲驚雷都要響亮，都要震撼人心。這是一種何等的境界。他告訴我們，在人生某些最關鍵的時刻，最有力量的回應，不是滔滔不絕的辯解，不是聲嘶力竭的爭吵，而恰恰是那一份穩如泰山的沉默。沉默有時候是最大的聲音，沉默有時候是最強的力量。沿着這條沉默的智慧往下走，我們會遇到禪宗的祖師達摩。當年達摩從西方來到中土，見到了篤信佛法的梁武帝。梁武帝很得意地問他：我這一生造了這麼多寺廟，抄了這麼多經書，供養了這麼多僧人，你說我有多大的功德？他滿心以為達摩會好好的誇讚他一番，可達摩只回了4個字：並無功德。梁武帝當場就愣住了，两個人話不投機。後來達摩就一個人面對着一堵牆，一坐就是9年，這就是有名的面壁9年。他不說法，不辯論，只是靜靜地面對着那堵牆，向內關照自己的內心。你想想，一個人能夠9年不向外攀援，9年守着這份沉默，這需要多麼深厚的定力。而正是這份沉默中的定力，讓禪宗的種子在中土生根發芽。後來他的弟子慧可為了求法，在大雪中站了一整夜，雪都埋到了膝蓋。慧可對達摩說：我的心不安啊，請師父為我安心。達摩說：你把心拿來，我替你安。慧可回頭去找自己的那顆心，找了半天，回答說：我找来找去，這顆心根本就找不到啊。達摩說：我已經替你把心安好了。你看這一段對話短短幾句，可它揭示的正是當一個人向內沉靜下來，那些擾亂我們的煩惱，那顆不安的心，其實本來就了不可得。真正的安寧是在沉默的向內關照中自己顯現出來的。說到這份內心的定力，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宋朝有一位大文豪叫做蘇東坡，他不但文章寫得好，也很喜歡參禪。有一天，他覺得自己的修行境界很高了，就寫了一首詩，讓書童坐船送過江去，給對岸金山寺的佛印禪師看。這首詩的最後2句寫的是：
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八風指的是人生中那8種會擾動我們內心的境遇，像是稱讚、譏諷、得意、失意這一類。蘇東坡的意思是，我現在的修為已經到了任你八面來風我都穩坐不動的境界了。他滿心以為佛印會大大的誇讚他一番，沒想到佛印看完只在上面批了2個字放屁，就讓書童帶了回去。蘇東坡一看火冒3丈，立刻就乘船過江，要去找佛印理論。佛印早就在门口等他了，笑着对他說，你不是說八風吹不動嗎？怎么我一個屁就把你打過江來了？蘇東坡一聽當場愣住，滿臉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你看一個人的內心到底定不定，其實是騙不了人的。真正的八風吹不動是不需要向別人證明的，更不會因為別人的一句話就氣得跳腳。真正的定力是安靜的，是無需言語的，而那份急着要表現、急着要辯解的衝動，恰恰暴露了我們的內心其實還遠遠沒有真正的安定下來。其實這份對沉默的推崇並不是佛門獨有的，在我們道家最深的智慧裡同樣藏着對沉默的極高禮讚。老子在《道德經》裡講過一句話，叫做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什麼意思？最宏大的聲音反而是聽不見的，最偉大的形象反而是看不出形狀的。你去聽一場最頂級的音樂，最動人的往往不是那些喧鬧的高音，而是音符與音符之間那一段短暫的靜默。你去看天地之間最大的存在，比如那無邊的天空，它大到你根本無法用一個形狀去描述它。真正大的東西往往是安靜的，是無形的，是不張揚的。這和我們前面講的深水靜流是同一個道理。老子還講過一句更直接的話，叫做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真正有智慧的人往往是不多話的，而那些成天誇誇其談，什麼都要說上2句的人，反而常常是不那麼通透的。因為真正的智者明白，很多最深的道理一旦說出口就變味了，就不完整了。老子甚至還給我們指出了一條具體的修行路。他說，塞其兑，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這句話裡的塞其兑，兑指的就是嘴巴，就是要我們適當的把嘴巴這個口子給收一收。閉其門是把那些容易向外奔逐的感官收攝回來。挫其銳是把自己那份鋒芒，那份咄咄逼人的銳氣磨得柔和一些。這一整套功夫講的都是一個字，收，把向外散發的能量收回到自己身上。一個人如果總是把自己的能量通過嘴巴，通過各種張揚的表現，源源不斷地向外釋放，那他的內在只會越來越空虛，越來越疲憊。而懂得收的人，就像一口深井，能量都沉澱在裡面，看似平靜，實則深不可測。這就是為什麼越安靜的人能量往往越足，因為他沒有把自己漏光。也許你會覺得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離我們現代生活太遠了。那我們就來看看現代科學是怎麼看待安靜這件事的。近些年，西方有一本非常暢銷的書，講的就是內向者的力量。這本書提出了一個顛覆很多人認知的觀點，那就是安靜本身就是一種超能力。過去我們總覺得一個人要外向，要能說會道，要善於交際，才算是有出息。內向、安靜好像成了一種需要被改正的缺點。可科学研究發現，事實根本不是這樣。安靜的人、內向的人，他們的大腦其實有一套非常獨特的運作方式，讓他們天生就擁有好幾樣別人比不上的珍貴能力。具體是哪些能力呢？有學者總結出好幾樣。第一樣是深度思考的能力。安靜的人習慣在行動之前，先在腦子裡把事情反复地想清楚，把手邊的資訊徹底地消化一遍，所以他們做決定往往更周全，更不容易出錯。第二樣是敏銳的觀察力，因為他們不急着開口，不急着表現，
所以他們有大把的時間去留意周遭那些細微的變化，去觀察每一個人臉上細微的表情。在一群人裡，最先看清局勢的，往往不是那個講話最多的，而是那個在角落裡默默觀察的。第三樣是傾聽的能力，這一點太重要了。一個安靜的人能夠真正的把別人的話聽進去，而不是急着打斷、急着反駁、急着表達自己。你去看那些真正受人信賴的人，往往都是很好的傾聽者，因為在他們面前，人們感覺被理解，感覺可以安心地把心裡話說出來。第四樣是強大的專注力，還有那份深層的同理心。這些能力恰恰是在這個資訊爆炸、人人都在搶着發聲的時代裡最稀缺也最值錢的東西。歷史上那些真正改變世界的偉人有很多，恰恰都是這樣安靜的人。愛因斯坦這位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頭腦之一，他就是一個典型的內向者。他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我並不是真的有多聰明，我只不過是願意花更長的時間去琢磨一個問題罷了。”你看，這份能夠長時間沉浸在思考裡，安安靜靜跟一個問題死磕到底的能力，正是安靜的人才具備的。還有印度的甘地，這位以非暴力精神撼動了整個世界的人，他也是天生內向。他曾經說，靜默是每一個追求真理的人都需要的一種精神訓練。他說，很多人講話沒有耐心，那種衝動的言語對這個世界沒有半點幫助，只是在浪費時間。他說，我天生內向，可這反而變成了一層保護罩，我在裡面成長，它幫助我判斷什麼才是事情的真相。你听听，這是何等深刻的體會。這些真正的巨人，他們的巨大能量恰恰都是從那份沉默、那份安靜當中一點一點積蓄起來的。如果你覺得這些還不夠具體，那我們再來看看，當一個人安靜下來的時候，我們的大腦究竟發生了什麼？現代的科學研究發現，長時間暴露在喧鬧和噪音當中，會讓我們身體裡的壓力荷爾蒙持續的升高，讓我們始終處在一種緊繃、焦慮的狀態裡。而安靜恰恰相反，當周遭的聲音安靜下來，我們的身體和大腦才能真正的放鬆，得到修復。更令人驚訝的是，有研究發現，適當的安靜甚至有助於大腦裡跟記憶和學習有關的區域生長出新的細胞。也就是說，安靜不只是一種感覺上的舒服，它是在實實在在地滋養着我們的大腦。反過來想，我們現在的生活被多少聲音包圍着，手機的提示音，四面八方湧來的資訊，永遠說不完的話，我們的大腦幾乎沒有一刻能夠真正的安靜下來，喘一口氣。難怪现代人會那麼容易感到疲憊，感到焦慮，感到自己的能量被掏得空空的。我們缺的也許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恰恰是那一份越來越奢侈的安靜。學會為自己的生活主動地留出一段安靜的空白，這已經不只是一種修行，更是一種對自己身心的保護。你可能也有過這樣的體會，有些人一走進房間，還沒開口，你就能感覺到一股讓人心安的氣場，而有些人話還沒說幾句，就已經讓周圍的空氣變得緊繃、浮躁。這種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氣場，其實正是一個人內在能量狀態的外在流露。一個內心安靜、能量飽滿的人，他的氣场是沉穩的，是向內收斂的，就像一座沉默的大山，不需要言語就自帶一種让人信服的分量。而一個內心浮躁、能量四處漏散的人，他的氣场是散亂的，是急於向外抓取的，哪怕他說的再多，也給人一種輕飄飄、靠不住的感覺。這就是為什麼越是位高權重，越是真正有底蘊的人，往往越是沉默寡言，因為他們深深地懂得，真正的力量從來不靠聲音的大小來彰顯，而是靠那份沉澱在骨子裡的安靜的分量。你想擁有一個強大的氣場嗎？答案或許不在於你要多說什麼，而恰恰在於你能守住多少的沉默。
那麼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回到我們每天都要面对的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沉默又扮演着怎樣的角色呢？這裡面其實藏着一種很微妙的博弈。你有沒有注意過，在很多场合，資訊的多少往往決定了一個人的主動權，而說話本質上就是一個不斷向外釋放資訊的過程。當你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計劃、自己的底牌，甚至自己的情緒都一股腦地說給別人聽的時候，你其實是在把自己毫無保留地攤開在別人面前。相反，那個安靜的人，那個在一旁默默傾聽、默默觀察的人，他一句話沒說，可他已經把在場每一個人的資訊都收進了眼裡。這就是為什麼真正厲害的人往往是沉默的，因為他懂得說出去的話是收不回來的，而藏在心裡的資訊才是自己真正的底氣。少說多聽不是懦弱，而是一種極高明的處事智慧，是一種讓自己始終立於不敗之地的資訊優勢。我們今天所處的這個時代，讓沉默這件事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卻也更加珍貴。因為現在我們每個人的手裡都握着一個可以隨時向全世界發聲的工具。我們習慣了把生活裡的每一件小事都拿出来分享，吃了什麼，去了哪裡，心情好不好，遇到了什麼不順心的事，都要在第一時間昭告天下。我們太渴望被看見、被回應、被誇讚了。可你有沒有靜下來想過，這樣不停地向外分享、向外索取關注，我們的內在究竟是變得更充實了，還是更空虛了？其實，這正是我們前面講的那個奇遇，在這個時代裡換了一副新的面孔。當我們把太多的注意力都放在向外展示自己、維護那個別人眼中的形象上，我們就沒有多少精力去真正的滋養自己的內在了。那些真正內心強大的人，反而懂得為自己保留一份神秘，保留一片不對外人開放的天地。他們不需要靠別人的關注來確認自己的價值，因為他們的價值早已牢牢地扎根在了自己的心裡。適當的把那份想要不停分享的衝動收一收，你会發現你收回來的正是自己流失已久的能量。当然，講到這裡，可能有些朋友心裡會犯嘀咕，你會想，話說得少，會不會就顯得不合群？會不會就被人給忽略了？會不會在這個人人都要爭着表現的社會裡，反而吃了虧？這份擔心其實很正常。但我們要分清楚一件事，安靜並不等於軟弱，也不等於沒有原則的退讓。真正懂得沉默智慧的人，他的安靜是一種有力量的安靜。他該爭取的時候，會用最有力的方式去爭取，只是他不會把力氣浪費在那些無謂的口舌之爭上。他該表達的時候，會表達得清晰而堅定，只是他不會為了刷存在感而說一堆空話。你會發現，一個平時沉默寡言的人，一旦他認真的開口，他的話反而更有分量，更能讓人聽進去。因為物以稀為貴，正是他平時的沉默，才讓他偶爾的發聲變得如此鄭重，如此有力。所以，安靜的人不會被埋沒，反而會在關鍵的時刻用那份積蓄已久的力量，讓所有人都刮目相看。那些真正的高手，從來都是不鸣則已，一鳴驚人。這裡還有一個我們生活中特別容易犯的毛病，值得拿出來說一說，那就是過度的解釋。你有沒有這樣的時候，一件事情，別人其實並沒有多想，可你卻覺得一定要跟對方解釋清楚，生怕別人誤會了自己，於是你一句接一句，越解釋越多。可奇怪的是，你越是急着解釋，對方反而越覺得這裡面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其實過度的解釋往往暴露的正是我們內心的那份不安和心虛。一個內心真正篤定的人，是不需要向每一個人去證明和辯白的。他明白，懂你的人不需要你解釋，不懂你的人，你解釋再多也是白費。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与其把時間和能量花在無休止的解釋上，不如安靜下來，讓时間
讓行動替你說話。你會發現，那些真正有底氣的人，面對誤解，面對非議，往往選擇的都是沉默。這份沉默不是無言以對，而是一種看透之後的從容，一種懶得爭辯的自信。守住這份沉默，你就守住了自己內心的那份穩。在大自然裡，其實也處處印證着這個道理。你去看真正的猛獸，比如老虎，比如獅子，它們平時是很安靜的，只是靜靜地潛伏着，觀察着。真正要出手的那一刻，也是悄無聲息的。反倒是那些沒什麼殺傷力的小動物，才會嘰嘰喳喳叫個不停。越是有力量的存在，越是懂得收斂自己的聲息。我們老祖宗也有一句話，叫做真人不露相。真正有大本事、有大修為的人，往往是不顯山不露水的。你從外表根本看不出他的深淺，他把自己所有的鋒芒、所有的能量都深深地藏了起来，藏到你以為他只是一個平凡普通的人。可正是這樣的人，一旦到了需要的時候，才会展現出那份深不可測的力量。所以，一個人如果總是急着把自己的一切都展露出來，急着讓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厲害，那恰恰說明他還沒有真正的強大起来。真正的強大是安靜的，是內斂的，是藏在水面之下的。學會像高手一樣把自己藏起來，沉住氣，你才能在真正關鍵的時刻厚積而薄發。更進一步說，沉默還是一種強大的自我療癒的力量。我們每個人這一生都免不了會受委屈，會遇到挫折，会經歷痛苦。而面對這些痛苦，人和人的處理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弱者的方式是喊出來，是逢人就訴苦，是把自己的傷口一遍一遍地揭給別人看。可你有沒有發現，越是这樣不停地抱怨，那個傷口反而好得越慢，因為你每說一遍，就等於把那份痛苦又重新經歷了一遍。而真正的強者恰恰相反，他們選擇在沉默中自己去消化，自己去療傷。有一句話說得非常好，喊出來的往往都是弱者的呻吟，而強者都是在沉默中悄悄地把自己治癒。這份在沉默中自我修復、自我強大的能力，才是一個人真正能夠扛住風雨，能夠越走越穩的根本。因為他把所有的能量都用在了向內生長，而不是向外宣泄。沉默的力量在我們最親近的關係裡體現得尤其深刻。你有沒有發現，很多家庭的矛盾，很多夫妻之間、父母和孩子之間的隔阂，并不是因為說得太少，恰恰是因為說得太多卻聽得太少。我們總是急着要表達自己的想法，急着要糾正对方，急着要講道理，卻很少願意真正的安靜下來，去聽一聽對方心裡到底在想什麼，在難受什麼。其實很多時候，一個人向你傾訴，他要的並不是你的建議，也不是你的道理，他要的只是一份被聽見、被理解的感覺。這個時候，你那份安靜的傾聽，你那份不打斷、不評判的陪伴，比你說100句話都更有力量。真正深厚的感情，往往不是靠喋喋不休維繫的，而是靠那份能夠一起安靜地待着，什麼都不說，也不覺得尷尬的默契。學會在關係裡保持沉默，不是變得冷淡，而是給對方，也給自己留出一份可以呼吸、可以被真正看見的空間。很多時候，我們最需要為所愛的人做的，不是說得更多，而是聽得更深。我們的老祖宗還留下了一個非常深刻的詞，叫做大智若愚，意思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看起來反而有點像個愚笨的人。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懂得藏，他不會把自己的聰明處處顯露在外，不會事事都要爭個明白，說個透徹。他明白鋒芒太露是會傷人的，也是會招禍的。就像我們前面說的那個楊修，就是太聰明又不懂得藏，才把自己給害了。相反，那些懂得大智若愚的人，他們把智慧藏在心裡，把鋒芒收在鞘中，
表面上看甚至有些木讷，有些吃虧。可正是这份藏拙的智慧，讓他們避開了無數的明槍暗箭，走得更遠，也更穩。老子講的和光同塵，講的也是這個道理，把自己那份刺眼的光芒收斂一些，和周圍的環境融為一體。這不是要我們變得平庸，而是一種極高的處世境界。一個人能夠做到有智慧而不張揚，有能力而不外露，這份沉得住氣的功夫，才是真正的成熟，也是真正的福氣。因為藏得住，才守得住。還有一點，是安靜的人身上一個常常被忽略的巨大優勢，那就是他們特別善於學習。你想想看，當一個人在不停地說話的時候，他其實是在輸出，是在把自己已經知道的東西道給別人聽；而一個安靜傾聽的人，他是在輸入，是在不斷地從別人身上，從周遭的一切當中吸收新的東西。一個房間裡，那個說的最多的人，往往學到的最少，因為他一直在重複自己已經懂的，而那個安靜聽着的人，卻可能把每一個人的長處，每一個人的經驗都悄悄地裝進了自己的口袋。古人說，兼聽則明，多聽多看，少說，你才能看得更全面，想得更周到。這也是為什麼越是安靜的人，往往越是深藏不露，越是讓人捉摸不透，因為他在沉默中已經悄悄地比別人多走了好幾步。時間久了，這份在安靜中日積月累的成長，就會拉開一道別人怎麼也追不上的距離。這就是沉默最不動聲色，卻又最驚人的力量。其實，安靜的人之所以命越來越好，靠的並不是什麼一夜之間的好運，而是一種細水長流的累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種看不見的複利。每一次你管住了一句多餘的話，你就少漏了一分能量，少結了一分怨。每一次你選擇安靜的傾聽，而不是急着爭辯，你就多存了一分福，多長了一分智慧。這些改變在一天一周裡看起來也許微不足道，可你把它放到1年、5年、10年這樣的時間長河裡去看，那份累積起來的力量就會變得無比驚人。就像滾雪球一樣，一開始只是小小的一團，可越滾越大，最後大到讓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常看到有些人年輕的时候並不起眼，可到了中年、晚年卻越活越通透，越活越有福氣。那並不是命運突然眷顧了他們，而是他們幾十年如一日，在沉默中積攢下來的能量和智慧，終於開花結果了。所以，永遠不要小看每一次小小的沉默，因為你今天守住的每一份安靜，都在為你未來的福氣悄悄地添磚加瓦。當我們把這一切串起來看，你就會明白，為什麼說你越安靜，命就越好。這句話一點都不玄，因為一個安靜的人，他守住了自己福氣的存折，沒有讓他從嘴巴這個口子漏掉。他因為少說話，少了很多口舌之爭，少結了很多怨仇，人生的路上自然就少了很多明裡暗裡的絆腳石。他因為安靜，反而磨練出了深度思考、敏銳觀察，還有深層傾聽，這些珍貴的能力，讓他在關鍵時刻總能看得比別人更清，走得比別人更穩。他因為懂得收，懂得藏，把能量都沉澱在了自己的內在，所以他的气场總是那麼從容，那麼深厚。你看，這哪裡是命好，這分明是一種必然。安靜的人是在用一種最不費力的方式，一點一滴地為自己積攢着福氣，積攢着智慧，積攢着能量。當然，我們今天講安靜的力量，講止語的修行，絕對不是要讓大家都變成不說話的啞巴，都變成不與人來往的孤僻之人。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真正的沉默不是冷漠，不是逃避，更不是把話都憋在心裡憋出病來。真正的沉默是一種選擇，是一種智慧。它是指在該說的时候，你說得清清楚楚，說到點子上；而在不該說的時候，在那些說了也沒用，說了反而傷人，
說了只會漏掉自己能量的時候，你能夠管住自己這張嘴，能夠守住那一份寶貴的沉默。這中間的分寸，這中間的火候，正是我們一生都要去修的功課。那具體到我們的日常，這份止語的功夫到底該怎麼練呢？我給大家幾個實實在在今天就能開始做的建議。第一，在開口之前，先在心裡停頓3秒。這3秒是給你自己一個機會，去問一問，我這句話是必須說的嗎？它是善意的嗎？它說出去是有幫助的，還是會傷人的？就這麼一個小小的停頓，能幫你擋掉一大半那些沒過腦子就要衝出口的廢話和錯話。第二，學會真正的傾聽。當別人在說話的時候，把你腦子裡那個急着要反駁、急着要表達的聲音先關掉，專心的、安靜的去聽對方在說什麼，甚至去聽他話語背後那份沒有說出口的心情。你會發現，光是這一點就能讓你的人際關係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第三，不要為了爭贏而爭辯。我們前面說過，好辯是一種執着。很多時候，我們爭辯並不是為了真理，只是為了維護自己那點可憐的自尊，只是為了證明我是對的，你是錯的。可就算你爭贏了，又能怎麼樣呢？你只是徒增了煩惱，傷了和氣，漏了能量。學會了在爭辯面前保持沉默，你會發現你的內心會平靜得多。第四，不要急着把自己的計劃和夢想逢人就講。一件事情在它還沒有做成之前，你把它到處宣揚，一來容易招來各种各樣的干擾和議論，二來你在言語上把那份成就感提前透支了，反而會消磨掉你真正去把它做成的動力和能量。真正想做大事的人，往往是先默默地去做，等做成了，再讓結果替自己說話。這就是沉默最有力量的地方。這裡我還想再多分享2個能幫我們守住沉默的好方法。第一個是在說話之前，讓你的話先通過3道筛子的檢驗。第1道篩子，問一問，這是真的嗎？第2道篩子，問一問，這是善意的嗎？第3道篩子，問一問，這是必要的嗎？如果一句話既不一定是真的，又不帶善意，也不是非說不可，那麼它10有8九就是一句該被我們濾掉的廢話。光是養成用這3道筛子過濾的習慣，就能幫我們擋掉生活裡絕大部分的口舌之禍。第2個是每天都給自己留出一段獨處的時間，哪怕只有短短的10幾分鐘，關掉手機，遠離人群，就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待着，可以什麼都不做，只是靜靜地坐着，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也可以看看書，或者只是望向窗外。這段獨處的安靜時光，就像是給我們疲憊的心靈一個充電的機會。在這份安靜裡，那些白天散亂掉的能量會慢慢的聚攏回來，那顆浮躁的心也會漸漸的沉澱下去。你會發現，經常獨處的人，內心反而更充盈，因为他們懂得怎麼和自己相處，怎麼從安。當你真正開始練習這份沉默，你會慢慢體會到一個奇妙的變化。你會發現，當你說的越少，你聽到的反而越多。你開始能聽見這個世界更豐富的聲音，你開始能聽懂別人內心更真實的想法，而最重要的是，你開始能聽見你自己內心深處那個一直被各種噪音淹沒的聲音。在這份難得的清靜裡，你會看清很多過去看不清的事，你會放下很多過去放不下的執念，你的整個人會變得越來越通透，越來越有定力。這份由內而外的安定，才是一個人最深的底氣，也是一個人最好的風水。說到這裡，如果你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安靜、比較不愛說話的人，我想對你說，這其實是一份難得的禮物。你或許曾經因為自己的安靜而感到過自卑，在那些熱鬧的場合，看着別人談笑風生、八面玲瓏，而自己卻插不上話。你或許曾經懷疑過自己是不是哪裡不夠好，但今天我希望你能重新認識
自己身上的這份安靜，它不是缺點，它是一座還沒有被你完全發掘的寶藏。你的安靜讓你比別人更能沉下心來，去做那些需要耐心和專注的事。你的安靜讓你成為身邊人最信賴的傾聽者，成為那個大家願意掏心掏肺的人。你的安靜讓你在紛紛擾擾的世界裡還能守住一份難得的清明。你完全不需要去勉強自己變成一個你本不是的喧鬧的人，你只需要接納並且善用你天生就擁有的這份安靜的力量。因为这個世界從來就不缺會說話的人，缺的恰恰是像你這樣能沉得下來、靜得下去、內心藏着巨大能量的人。所以，朋友，如果你也常常覺得心很累，覺得能量總是不夠用，覺得人生的路走得有點亂，那麼不妨從今天起，試着給自己一段安靜的時間，試着少說一點，多聽一點，試着在開口之前多停頓一下，試着把那份想要向外證明、向外宣洩的衝動收一收、沉一沉。你不需要一下子就做到只語1個月那麼難，你只需要從管住一句多餘的話開始，慢慢的你會發現，你嘴上的功夫少了，可你心裡的力量卻越來越足了。你會發現，那些曾經讓你煩惱的是是非非，漸漸的都與你無關了。你會發現，你的福氣、你的能量、你的整個生命的狀態，都在這份沉默當中，悄悄的，一天比一天變得更好。也許你會問，改變真的可以這麼簡單嗎？我想說，是的，因為沉默是這個世界上最不需要任何成本，卻又最能改變一個人的修行。它不需要你花1分錢，不需要你去到任何地方，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許。你需要的只是在每一個當下多一分覺察，多一分克制。就在你選擇閉上嘴巴靜靜傾聽的那一刻，就在你選擇咽下那句想要爭辯的話的那一刻，就在你選擇獨自安靜地待一會兒的那一刻，你的改變其實已經悄悄地開始了。命運這個東西從來都不是被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改變的，而是被我們無數個微小的當下一點一點塑造出來的。而沉默正是我們能夠送給自己的最溫柔也最有力量的那一份禮物。記住，最深的水永遠是最安靜的，最大的能量往往藏在最不張揚的地方。那些真正沉默的人從來都不是沒有力量，恰恰相反，他們是把所有的力量都穩穩地收在了自己的心裡。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學會這份安靜的智慧，都能守住自己這份寶貴的能量，在這個喧囂的世界裡活出屬於自己的那份深沉，那份從容，還有那份越來越厚的福氣。你越安靜，命就真的會越來越好。